有练过的。来。喂，OK。都看到了，张高跟没来啊。对，柯文哲哈，他的那个博士论文的，他在2002年的时候，他拿到了博士论文。他拿到博士论文，他事实上就是就是讲叶克膜的功用就对了。可是我们发现到他的论文，事实上是在讲，就是说如何让要弃捐的病患，然后加速他死亡。那这件事情，我相信在上次在苏医师他们的过程当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医生，你到底是救人的，还是要杀人的？一个已经濒临危急死亡的一个病人，你连他最后一口气，你都不给他好好的走，却是你是用药物让他加工死亡，这点是非常非常不人道。11月24号，台湾举行了地方首长的选举，这也是民进党在2016年取得完全执政之后首次的大型选举，首都之战格外引人瞩目。无党籍也是现任台北市长的柯文哲，在两大党的夹杀之下，最终以3000多票的差距连任成功。然而，就在选举前2个月，一本名为《屠杀》的书籍被翻译成了中文版，其中第9章的内容提到了柯文哲。在担任台北市长以前，柯文哲是台大医院外科加护病房的主任，也是首位将叶克膜技术引进台湾的医师。2014年，国际调查记者葛特曼在经过长期调查后，出版了《屠杀》这本书，揭露中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关键内幕。而他在2008年来访台湾时，就曾经专访时任台大医院创伤医学部主任的柯文哲。当时柯文哲曾坦诚，在08年以前，他就曾考虑到中国求取人类的器官，随后更曾安排他的病人前往中国进行相关疗程。2018年10月初，葛特曼亲自来台，并召开国际记者会。He was a conduit, potential conduit to Taiwanese patients, foreign organ tourists who will pay more for organs than a Chinese person will. Was that he was teaching them ECMO techniques, and this is the worst because it created, whether he meant to or not, he was creating a perverse incentive to kill Falun Gong, Uyghurs, Tibetans, House Christians. 当天就有人问他嘛，说那你觉得你的这些事情，那柯文哲说你这些事情是不对的嘛？他没有讲嘛？那你觉得他是不是一个 liar 嘛？他们说是嘛。好，那其实那是他真实的声音。只是如果柯文哲没有把自己他的柯粉没有这样去搞他，没有这样去弄他，我想他也不见得会说出来。正当国际社会展开对中国活摘器官的调查时，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样的恐怖情节居然已经在台湾上演。2014年开始，他们就一直在查，然后从台大内部出来。那我，今年他开始就市场炒，就是我开始写那个，就是器官的那个各个面向的时候，器官捐赠各个面向的时候，我那时候大概在9月的时候，我拿到的资料是一张纸嘛，就是一份他们的那个，无心跳器捐的操作方法嘛。后来有一天，我就看到那个 ECMO 操作手册，我发现
跟那上面写的一模一样，因为我以为我拿到的是不得外流的资料，后来发现他们大大把它写在那个无心跳器，就是叶克膜操作手册里面，他们把它当教科书来写，所以这可以跟我更确定来讲说，根本就是强摘嘛，因为这些人都是脑判不过，然后他就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跟家属讲说我们捐嘛，所以我在很强烈怀疑这些家属知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被装叶克膜，然后摘器官的，我相信他们不知道。陈义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我们都是赶快劝家属，那快死了，我们给他插管子，然后再去跟家属讲说要捐器官，所以刚好把整件事情都给兜在一起，所以我才去跟杨宪宏先生讲说，这件事情不对呢，应该是台湾就是火灾，不用到大陆去啊。困难的地方在哪？因为它的合并。时间回到2000年，由时任台大医院外科加护病房主任柯文哲、台大心脏外科医师陈义祥、掌管叶克膜机器的蔡碧如，以及台大医院外科部主任李伯煌挂名的论文，刊登在了一个名为《临床移植》的英文期刊上。第1页的大纲就提到，要对已经无心跳的弃捐者装上叶克膜来延长时间，为的是避免时间过长导致器官败坏无法捐赠。不仅如此，他们更对弃捐者施打一种名为芬妥拉明的药物，方便摘取器官。因为有医学杂志讲，打芬妥拉明可以减缓热缺血时间。所谓热缺血，就是我们器官在人死了以后，血管会收缩嘛。那我在他死之前，先把血管打了，让它能够开通，让他一下子不要血管缩起来，他缺血的时间就变少了。好，所以芬妥拉明打是这样。后来发现他们取那么快，需不需要注意热缺血时间？不需要啊。所以这时候要让他取更快的时候，为了要让自己的良心道德可以安宁，那就打什么药最好？打帕帕隆，因为一打病人就不会动了。这里苏尚浩医师提到了一种药物帕帕隆，中文名称是马妥农。这是一种让全身麻醉的药物，在一些国家甚至被用于注射式死刑。根据台大内部无心跳器捐的叶克膜标准流程显示，过去在台大医院的无心跳器捐者都被施打了这样的药物。帕拉隆的话，就是让病人让你的开那个装管子程序更好。为什么？因为打下去病人就不会动了，因为盆头那边打了，可能病人会还是你在切割它的时候，它还是会这样子啊，会拽啊。即便他那时候快死，他也很可能有垂死的挣扎嘛。人家回光返照，那是确实有时候病人快要死之前，他会这样动嘛。那如果你今天打了帕拉隆的时候一打，病人会不会动？不会动啊，但是他还是死得很快，因为他会抑制呼吸嘛。对，所以他切下去的时候会不会有道德的良心不安？不会。那么施打了吗啡被摘取器官的病人是否还有痛觉？马厥只是让他抑制痛觉，可是你认为一定会抑制完全吗？不会吧。我们要抑制痛觉，要打局部麻醉呢。所以2安瓶的量是没有办法足够让这个让病人昏昏沉沉而已啊。打那个他其实要打局部麻醉，他有没有打？我看他手册上没有打啊。那麻醉通常一般来说用什么样的药呢？就雷多 can 啊，就利卡因。问题利卡因那个药太麻烦了，吗啡打一打就直接切了，反正病人在那个打了那个帕帕隆之后，很快就会死掉啦。然而，与柯文哲合写2000年论文，同时也是器官移植团队的台大心脏外科医师陈义祥，却在2014年接受采访时透露，台大医院的无心跳器捐是在病患死亡后才注射药物，公然说谎。因为他事实上是死亡才去做那个步骤，但死亡前会有先做一些手术的步骤，好，但这一定要让家属同意 ，OK， 所以死亡才开始做这样的步骤啊，所以但是一个算是处理尸体。你看台大的那个2004年11月11号的那个所谓的台大的那个叶克膜，然后无心跳器捐的那个 protocol， 那个 protocol 第2行就是非常诡异的一段话，叫做 potential donor 潜在供体。那谁是潜在供体呢？他说，如果这个病人呢被相信 is believed to be brain dead， 就是被相信，我们认为这个病人将会变成脑死，也就是说他还不是脑死。那请问这个判别的标准是什么？没有判别标准，因为现在器捐只有依据这个人体
器官移植条例第4条，只有2个情况嘛，一个是尸捐，那一个就是脑死。那脑死判定有非常严谨的过程。目前台湾的死亡器官捐赠主要有2种方式，一种是脑死器捐，另一种则是尸体器捐。而在2017年12月26日，卫福部发布心脏停止死亡后器官捐赠作业参考指引之后，无心跳器捐才正式被允许。那么，脑死、无心跳与尸体差别又在哪？脑死在医学上被判定脑死的病人，心跳与许多身体的器官仍然保持运作。由于曾经有多起案例被判定脑死的病人最后起死回生，因此脑死需要相当严谨的判定程序。不是说我看一看就可以说脑判死，不行。还有个脑判条例是外挂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外面的，它第1条就讲，人体器官以尸捐为主，若不是以尸捐为主，以脑死判定以另外的规则定之，所以脑死判定条例是外挂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外面的。那脑死器官移植条例里面就的脑判里面就告诉你，它有地点限制、人员限制、时间限制4个小时，2次的脑判4个小时，还有方法限制，它告诉你什么方法。第1条就是呼吸器要离开10分钟了。无心跳死亡，当病人停止心跳时，在观察一定的时间后，才能做出无心跳死亡的判定。过程中不得有任何器具碰触病患。这个病人就是脑判过不了，现在身上一大堆东西，什么强心针啊，什么呼吸器这种病人，所以这种病人就过不了脑判。那理论上这种病人就等他死嘛。在台湾那时候的法律，即便现在还是一样哦，即便现在这种不是法律，只是行政法，就是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精神，就这个病人让他自己死掉之后再来捐。好，那无心跳器捐的意思就是说，我让这个程序不要熬那么久，因为病人他毕竟他装了这么多维生器材，他可能熬3天、熬5天，甚至有时候熬1个月都死不了，那怎么办？那器官一定越来越烂嘛。所以无心跳器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把这个病人放到加护病房，开刀房去，把所有的东西经过家属同意，把所有的东西拆了以后，就看他这边等死，死了以后再记录心电图，他确定死了，然后接下来再等2分钟，然后再开始做嘛。尸体在台湾刑法或医疗法文献上，目前主要使用综合判断说，也就是所谓的3侦后说来加以判定。法医来相验，然后这个是尸体很简单，就是他真的是死了，死了之后才会开始继承啦，这些法律关系才会开始。那死亡其实传统就是3侦后说嘛，瞳孔放大、心跳、脑干的反应，所以大概就是这几个方法，这是尸体。那么柯文哲过去在任职台大医院期间，所号称透过叶克膜来执行的无心跳器捐，是合法的器官捐赠流程，还是让病患遭加工活摘的死亡笔记本？2017年底，台湾卫福部颁布参考指引以前，无心跳器捐显然并未获得允许。然而，柯文哲在过去任职台大医院期间，却已经执行不少号称是无心跳器捐的病例，但真相又是什么呢？根据调查，柯文哲将他执行无心跳器捐的流程详细记载在由他和蔡碧如2人合著的叶克膜手册中。除了刚才提到对病患施打吗啡及马妥农2种药物来降低疼痛感以及麻痹心脏，当他们知道检察官已经到达医院之后，后面的步骤更令人不寒而栗。关掉啊，就关掉 EKG， 然后关掉 EKG 以后就开始启动叶克膜啊。那为什么他需要启动叶克膜呢？启动叶克膜就是要保护器官，让它新鲜嘛。就要灌流啊，灌流，然后让它有血嘛。它原来已经打了肝素，所以血比较不会凝固嘛。然后到最后2分钟，其实身体还不大会凝血，然后就开始让整个肾就可以走嘛，有供给血。那这时候你会看到病人上面是黑的，下面是红的，对啊。与柯文哲同为器官移植团队的台大心脏外科医师陈义祥，在2014年接受联合报采访时坦诚，当年在执行无心跳器捐的过程中，有2到3成的患者在被他们认为无心跳死亡，装上叶克膜准备摘取器官时，却发生心脏又恢复跳动的情况，让他们当场吓了一大跳。
而根据台大院内的某位医师私下透过简讯承认，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同时也坦诚，正是因为这起事件，才让台大的标准作业中新增了关闭心电图的流程，让病患即便心跳恢复，摘取器官的医师永远不会察觉。有次无心跳细菌上了叶克膜就跳回来，然后呢，你知道有人眼睛闭起来，然后 protocol 修正 turn off EKG 以后加上了，所以以后无心跳器官它能够不参加就不参加了。为什么要关心电图？心电图就是为了要检查无心跳器官你合不合法，病人很可能在你做的过程中怎样，突然他心跳回来，我们就要停止动作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关掉？此时的病患已是上半身发紫，下半身呈现红润的诡异现象。原来，在检察官到达医院之前，他们先将一种俗称气球的闭塞胸囊从大腿左侧的股动脉塞至胸骨剑突的下方，企图阻止血液从主动脉流至心脏。2016年有一个国际医学期刊，好，我们研究过那篇论文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柯文哲他们的团队，台大团队的2005年有一篇论文就被指控了，就是第一个，你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属的同意书，那同意书不是一个空白的东西给你乱签说哦，你同意弃捐而已，不是，他要把所有流程告诉你。那流程是什么？其实那个医学报告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医生说明了这段过程，因为他是为了去保住那个器官，所以去做的那些措施，他不要让他的生命可以恢复，因此他从股动脉塞进去一个气球，在那个气球里面灌气，撑住，撑开来之后，让那个血液没有办法进去心脏跟脑，就不会产生脑又恢复，然后心跳会恢复，对不对？可是这么做，下半身腹腔的灌流是好的，因为它把那个液体叶克膜这些降温的这些液体，很冷的液体是灌流在下腹部的，也就是说上半身会发干。发干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血红素的关系，所以人会发紫。他说那个医疗人员看到病人，他前一秒钟还在努力救治的病人，变成上半身是发黑发紫的，下半身是正常的颜色。他说那个心灵是没有办法承受的。你有必要为了取他的器官而去做这些事吗？可是这就是为什么其他人没有人敢这样做，也没有人愿意这样做的原因吗？从注射马妥农让病人全身的肌肉松弛，心脏麻痹，接着往体内塞入闭塞球囊，让血液无法透过主动脉流过心脏。双重保险，为的就是要让可能恢复心跳的病人再也没有活下去的机会。最后，他们在启动叶克膜，为的不是抢救病患，而是让器官保持新鲜。也许你会问，叶克膜的价格如此昂贵，何必大费周章透过叶克膜来摘取器官？但柯文哲在2005年投稿《中国体外循环杂志》的论文中，无心跳器捐章节的内文除了提到使用叶克膜保鲜器官的优点，最后更强调这样的应用是物超所值。事实上，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无心跳器捐的国际的论文全部读完了。你看哪一例是可以打药的？没有嘛。所以不要说国外也有无心跳器捐，是啊，而且你的这个不是无心跳器捐啊。因为无心跳器捐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则，就是不可以加工死亡嘛，连打都不行。当然是不可以嘛。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只有在2战之前，这个就是纳粹才有办法用生命来当做人体试验嘛？那之后你看哪一个国家？2战之后哪一个国家可以通过立法说？我们就通过这个法律，允许政府的某一个单位可以审查，然后允许医生去做人体试验，是用生命来做实验。你用你的直觉去想，就不可能有这种法律嘛？那怎么可能这个是无心跳器捐呢？面对如此严厉的指控，柯文哲又是如何回应？科长，不好意思，问一下哦，就是您在过去台大医院任职期间，您的无心跳器捐里面，您是不是有对病人施打帕巴龙这个药物呢？那个是反正你现在问我protocol
protocol 按照当时 SOP 走了，但是我看后来后来有拿掉。所以一开始有做就对了。高嘉瑜说，小英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你，你是不小心接到的。过程中，柯文哲一度结巴，但器官移植不正是他的专业，也是他最清楚的流程，怎么会回答不清楚呢？而且在我们质问的同时，后方的市府人员立刻喊出下一题，连一句过去是否有施打都不给予追问，这又是想掩盖什么呢？其实柯文哲所牵扯的不只是涉嫌让无心跳的病人惨遭加工死亡，2000年投书国外期刊的论文里面附上4起案例的临床报告，由于涉及当事人意愿以及人体试验，台大教授刘静怡在2014年12月22日特别发函要求卫福部提供有关柯文哲针对这份论文所进行人体试验的申请资料，但卫福部却回函告知从来没有接获相关申请。那么柯文哲的这份论文及临床报告恐怕涉及违背医学伦理、学术伦理的重大瑕疵。这个论文呢，如果说不算，那他这个学位就会被拿掉。那包括他后面的一些升迁什么都会受影响。当然了，因为他等于基本上他所有他的医生的资格就没有。你想想看嘛，我如果讨论一个法律性的论文，结果我的论文里面是因为我曾经杀了人，然后在杀的过程里面，我对那一个快死的人，我跟他做了一些访谈，做了一些，那请问这个论文算数吗？当然不算了。或者我虐待一个人我虐待一个人，然后来当成我研究心理学的论文，请问可以吗？选前2个月，当时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台北市长的台大政治系教授李锡坤前往卫福部拒函提出检举，要求卫福部彻底调查有关柯文哲在台大医院任职期间涉及重介器官、违法使用无心跳器捐及严重违背医学伦理的相关问题。我的感觉是卫福部碰到这一类的案因为涉及到当事人的政治性，所以他第一个反应是要拖嘛，他想要拖嘛，因为在这个拖延中间，可能选举也就过啦，或者可能社会的那个舆论呢，可能也冷却下来啦，所以我怀疑他们是故意要拖，而不是说我检举的内容。到底够不够？因为很简单，他如果要调查，第2天就可以成立特别小组了。对，那我如果有能力去举那么多证，我还要卫福部干嘛？你说对不对？我就当调查局了。对。根据李锡坤给卫福部的补充证据文件中提到，台大医院现任外科加护病房主任，同时也是器官劝募小组召集人的钟乃宽，在一次聚会上承认，卫福部过去曾经针对台大医院在法律尚未授权的情况下所做的26例无心跳器捐进行开罚。知名广播人许荣琪10月28日更在脸书写下，当天早上与卫福部官员开会，卫福部当场承认2014年就已经对此展开调查，并做成调查报告，认定台大医院在无心跳器捐上有监督管理的缺失，并予以开罚。不等公务系统慢慢来，我们致电卫福部，希望能取得官方回应，但始终没有获得回电。因此2天后，我们决定直接前往卫福部进行查证。你好，我是民视的记者，我来采访公关。好。我前面打电话来，然后跟你们询问有关于那个台大医院有没有被罚26例的无心跳器捐的这个事情，但好像后来没有人回应我，所以我今天直接来了。2天时间过去了，卫福部显然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我知道，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个部分是我们医事司他们在处理。所以 OK。你那打电话，因为那个是我们医事司的石头良司长，是他负责的范围吗？对，他最清楚。OK。那司长，因为你这样你意思他有没有时间，或者他有没有办法给我一个确切的时间 ？OK， 好，没问题。好，再麻烦。
在等待的过程中，王主任一度告知联系不上主管此案的医事司的司长石崇良，只联络上秘书，并强调会持续联络，但随后就再也没有消息。在苦等1个小时仍然杳无音信的情况下，我们走出办公室，在走廊上撞见正在洗碗的王主任。不好意思，后来有找到吗？哎，我刚刚就是那个是秘书，因为那个司长在开会，但是秘书有去请示有去请示。那第一个他在开会，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事情目前还在调查当中，所以没有任何法就对了。不是没有法，在调查当中，所以后续如果有进一步有结论的话，再通知我们。对。调查当中，但是没有被罚，所以如果调查当中当然还没有。你要调查完了才要看才会有开罚这件事，所以是没有开罚的意思嘛，对不对？现在还不能够确定，不是没有开罚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还没调查完嘛，你整个要把整个过去的资料，那有确定了才能够罚款，对不对？才采取下一步。公关主任4两拨千斤。其实，卫福部早在2014年就已经会同台北市卫生局前往台大医院展开调查，并在隔年1月制作成调查报告。我们独家取得这份报告后，发现里面明确指出，无心套弃捐根本于法无据，并且有许多争议点需要进一步厘清。台大医院也承认，因为涉及法律问题，甚至担心衍生其他争议，在2008年就已经召开过伦理委员会，并决议停止无心套弃捐。明明有实质调查，那么到底有没有被罚款？我们决定指导核心致电负责此案的卫福部医事司检任技正刘月平做最后查证。喂，医事司。喂，你好，我这边是民视的论坛中心，我是记者子瑜。是请问一下那个刘月平刘技正不知道在不在呢？我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最近在做了一个专题，是有关柯市长的就有无心套弃捐的这个事情。那想请问您，就是说台大医院是不是有被开罚过呢？台大医院开罚什么？开罚就是无心跳弃捐，过去曾经被你们开罚过？没有啊。没有被你们开罚过？没有啊。那有被卫生局开罚过吗？也没有啊。什么？只有调查却没有开罚？眼看舆论退烧，从2014年至今，卫福部从未对外说明此次调查的结果，而是在近期，我们透过特殊管道才取得独家完整资料。如今，除了李锡坤等人向卫福部递出的检举案，还包括台大教授刘静怡在3年前就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告，要求卫福部拿出台大医院26例违法遭无心跳弃捐的资讯揭露案。知名广播人许荣吉向台北地检署递出的柯文哲涉犯杀人、毁坏尸体告发案，本土社团向教育部递交柯文哲论文违反医学伦理及学术伦理的撤销博士资格案，以及监察委员张武修启动对柯文哲的调查案。5大案全面启动，就看政府敢不敢办。由于这起案件牵扯的人员相当广大，除了违法让病患遭加工死亡的台大医院及执行的医师负有责任，监督的主管机关卫福部及台北市卫生局恐怕也逃脱不了，甚至可能涉及更高层。这里是高雄大树区的信义高尔夫球场外，一面大大的看板就竖立在那儿，斗大的标题写着支持大爱器官捐赠，从你我开始。而在上头的图片中，除了摄入对无心跳病患加工死亡的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还包括过去与他合写无心跳弃捐论文、涉及违法人体试验的台大外科部主治医师李伯煌的弟弟李伯章，而他正是现任卫福部健保署的署长、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的董事长，最后就是夹在中间的过去与李伯章一样担任成大医院医师、现任的行政院长赖清德。这样的严厉的指控，我们还是主张应该要有客观的证据具体的事实。所以你是相信柯文哲的吗？对。我想器官移植是一个很严肃的议题了哈，任何人的指控都有明确的证据哈。那我们还是凭着证据来做我们未来的作为。我们对以前器官移植相关的登录的资料，然后要求医院把它登录做完整来。柯文哲自己就是成立这个资料库的人，所以是要从这来调查。
没有跟重新展开，跟柯文哲这个案子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于这样的一个弃捐的资料库的完整性，是长期我们都关心的问题。为什么台湾的府院党面对首都市长遭到来自各方的指控，选前到选后从未展开调查？又是什么原因让台湾的最高行政首长公开表态相信柯文哲？如今证据摊在阳光下，政府真的敢办吗？